不得不说哈，就是《藏海传》是有点东西的。首先，肖战是真的很帅。在看这部剧之前，我真的是一个路人，就是完全路人那种，甚至就没有看过他的几部剧，就是唯一知道的就是《陈情令》。但是看完这部剧，我真的有点就是吃他的盐了。就是其他的东西呢，咱也没有记住，但是呢，就是这张脸，就是每一集出现的时候都很赏心悦目。就是整个就是复仇的线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感情或者是拖沓的那种节奏，完全就没有。他就是第一集就已经就是灭门，然后第二集就去学艺去了，第三集就开始回归了。然后就反正从目前前12集来看吧，就是整个节奏是完全 OK 的。这部剧也很有郑晓龙导演的风格，就是那种感情很细腻。因为我没有看过以前肖战的很多表演，但是他这部戏演的时候，他的情感的变化其实是蛮细腻的，就是让人去看的时候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那个感情，而是沉浸式在，就是他会吸引你沉浸到他的角色里，去感受藏海这个人的一些经历。所以我感觉还蛮不错的。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对他有一些非议，就是因为他长得真的太帅了，他这张帅脸就会让大家很快去忽略他的演技，就是只记得这张脸。但是你细细的去看，其实真的不错，就是有点就是之前很火的那种晋江式演技，但是我觉得他比那种晋江式外放的演技来说，就是更加内敛一些，就是他的情绪收进去的，而不是哗一下放给观众的，而是把情绪就是慢慢的铺开，就像那个故事一样，随着故事的动线。他把这个情绪展开，他展开的时候有激烈的戏，但是他整个的表现没有说我铺开之后给观众，我就是铺给观众了，我收不回来。他是整体就是他铺出去，他也能收回来的情感变化，我觉得这一点蛮牛的。就是再加上就是今天那个身材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最近剧荒或者怎么地，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。真的就是大家可以稍稍的忽略肖战那种帅脸，就是去看一下故事情节，其实你会发现真的蛮好看的。我宣布《藏海传》第7集真的封神了。首先，先恭喜我们的藏海大人拿到了1血。其次，肖战你的演技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又一亮，一哭又一哭。昨天我说稳定输出还是保守了，今天的热搜肖战第7集演技大赏，我真的觉得不是粉丝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眼，大家没看过去看一下，这一集演的真的太好了，特别是在皇陵里面去拉牵引绳的时候，哇！我看一个权谋剧哭到不行，后面门开了，他叫大家起来一起回家的时候，我就眼眶泛红，已经控制不住了。然后就是他的一句鸡伯伯，鸡伯伯我是赤奴，那里就啊，真的很感人，我真的觉得，战哥这一次演的太好了，特别是他走出来，杨真走进去，一生一死的那个对视。看看这个眼神的含金量，这种破碎感谁懂啊？我想再感叹一句，肖战真的好好看啊！哇，《藏海传》真的每一集都能让人看爽。据说第1集还埋下个很大伏笔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猜猜看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期待后面的剧情。郑晓龙导演出手即王炸，《藏海传》开播即爆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精良的制作和悬疑迭起的剧情。更因为他用权谋的外壳包裹了一个人性挣扎与自我救赎的内核。肖战主演的《藏海》表面上看是一个深谙权术的谋士，实际上是一个被命运裹挟的复仇者。他的每一次算计，既是对敌人的围剿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拷问。后来当他遇到跟他一样被命运捉弄的，但是仍然保持赤诚的人，他也就逐渐的明白，复仇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快意，但是真正的解脱就是放下执念，找回本心。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中带了太多的执念，这些执念就像沉重的行囊一样塞满了必须和应该。小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，我们必须要名列前茅，我们必须要成为所谓的好学生。长大之后，我们必须要拿下这个客户，我们的年薪必须要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高度，我们好像必须要功成名就，我们必须要得到某个人的认可，我们应该活成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。我们一路奔波，带着这些应该和必须，就像带着镣铐在起舞。这些执念在我们奔波的道路当中，它蒙蔽的我们的内心，慢慢的我们在追逐的路上也迷失了自我。可是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某些特定的结果，反而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。
当我们不再强求某段关系时，反而会搭建起更加真诚的连接。当我们不再苛求完美，反而会发现生命当中的美好。人生如棋局，执迷者困于其中，清醒者方能破局。《藏海传》就是一部职场剧，跟大家说说啊，藏海从一家面门到最后一步一步隐忍预谋，其实从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怎么在现实中活下去的预言。其实他每一个选择啊，真的是能对应上我们职场里的很多人跟事儿，成长的焦虑啊，职场的这种压榨呀，还有各种人际关系的拉扯。藏海刚进平津府的时候碰到的那个上司杨真，这不就是现在职场里的卡你升职垄断资源的那个中层管理者吗？可能就是你的项目经理，对吧？副总裁，这典型的职场土皇帝啊。他不给你机会，盯着你表现，压你一头，对吧？藏海怎么应对呢？不是对着干，先忍着，把自己的这个堪舆术学到极致，做到别人离不开他。这不就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一样吗？面对不公平的职场竞争啊，天天吐槽，不如卷起来啊，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先把话语权拿到。我们再看这个恩公面具人啊，面具人的这条复仇线呢，其实你仔细想想，它就是一份完整的职场成长路径。学技能，对吧？堪舆术、纵横术、拓人脉、星斗、高明这些导师，抓机会，比如太后死后立马开始行动，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终身学习、人脉建设和战略眼光吗？看似是在讲复仇啊，其实是在讲如何成为职场通关型人才。所以郑晓龙之前讲的这个剧啊，跟当下结合的很紧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起码看了6集，我真的是觉得可以一一对应上。其实说实话，藏海虽然现在已经体现出非常的成熟、稳健、睿智，但是这个人其实还是一个晴雨表的人，容易冲动，容易情绪化，而且非常理想主义，所以就更加衬托出这个角色特别的真实很可爱。比如他在黄陵那场戏，后面跟着他一起被抓到墓道里面的那些老百姓，就是想为了让他们活，结果呢差点把自己命搭进去，其实他一个人都没救出来。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现实中很多年轻人刚出校门的那个状态吗？有理想，但是一上场呢就被打脸，就被打得稀里哗啦。所以剧里传递的意思是很清晰的，成长不等于变得无懈可击，而是学会带着点缺点往前走。藏海不是变得冷血，而是学会了怎么用阳光的外表藏住自己的锋芒。就跟现在很多人，我们看他傻呵呵的啊，没心没肺的，其实心里是门儿清。最后咱们就要说说藏海的这个环境，其实就是一个高度内卷的朝堂，它不是一个人战斗，其实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在推着它。就像我们今天啊，个体努力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也常常要被裹进资本制度和某种宏观叙事里面。剧本好就好在它不是让你看到就觉得绝望没戏，对吧？努力没用，还是墓道那场戏啊。藏海最后不是见到平津侯之后，最后临走时候说了一句嘛，他说能不能为那些人补偿补偿，对吧？为那些无辜者求情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就算规则死板，也要有点人情味儿。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一种勇气吗？你敢于对抗权威，起码你能敢在权威面前说两句话，既要能在系统里活下来，也不能丧失自己的底线。所以我觉得《藏海传》这部剧啊，真的不仅仅是给肖战的粉丝看的。明显这部剧现在的热度、播放量和热议的程度完全已经破圈了，因为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影子，每一个职场奋斗的牛马小白，包括我自己，都能在这个片子里找到曾经的自己，甚至可以找到这么一丢丢答案。如果你在为梦想坚持，如果你在为自己的理想坚持，可能藏海就是那个心中的，或者说你想成为但迟迟没有勇气成为的那个人。我是大李，是一个爱看剧爱琢磨点事儿的博主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希望你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关注跟订阅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，拜拜。